是 Classic 一样会有蓝牙版呢跟 LT 版，那它表声呢尺寸大小主动式降噪跟环境音效调整，和过往自己喜爱的角度，像你要45度角啊，或者是在垂直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三星的讲师，我叫 Jacky 啊。其实今年下半年度，三星除了出了2款折叠机之外呢，其实在穿戴式装置，我们的手表消费者也都很喜爱。没错，今年下半年度我们也出了新的手表哦，就我手上有2只Watch 4系列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会介绍我们的手表如何使用，甚至会讲一下我们手表、耳机、手机会如何做串联呢？那我们敬请期待一下今天的影片哦。好，来介绍一下 Watch 4。那 Watch 4有蓝牙版跟 LTE 版，那它的表声大小呢会有40跟44，触控方式呢一样可以上下左右之外呢，最外围这边呢有一个触控的表圈。那这一次电源键这边有点不一样哦，这是做方形的。那以前呢开关是从下面，这一次改咯，我们开关机是从上面这一颗咯。哦，这是我们的 Watch 4系列。Watch 4 Classic 一样会有蓝牙版呢跟 LT 版，那它表声呢尺寸大小会有42跟46 mm， 它的最大不同地方就是这里转控表圈哦，一个实体的转控表圈哦。这2只手表都搭载最新的进阶睡眠分析哦。那我们的好处呢，这一次在睡眠里面呢，可以侦测我们的血氧哦，就是睡眠血氧侦测，还有我们的打鼾侦测。那这一次呢，一样搭载全新的作业系统 Wear OS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的手表跟手机的全新串联应用啊，在这一次我们 Watch 4上有更多的应用哦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操作。好，我们手表呢要跟我们手机做操作。等一下，我的手机嘞，出门前不是有带吗？放在桌上吗？放在桌上。这样我们等一下都重拍耶。怎么办？等一下，我的手表响了。喂？瑞克，你的手机没有带放在桌上啊？哦，难怪我刚刚很紧张，都找不到不对啊，我的手机在桌上，我怎么手表可以讲电话？难道你不知道你的手机跟手表有扩装置接续通话与简讯这个功能吗？跨装置接续通话与简讯，只要登录同一个三星账号，手机、手表都有网络情况下，就算我的手机不在身边，我的手表也可以接到电话哦。除此之外，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像第三方的软体 ，WhatsApp 啊、Line 啊、FB 这些通知，就算我手机不在身边，我的手表在第一时间内也都可以接收到讯息啊，是不是很方便啊？我回办公室拿到我的手机了，我来示范一下手机跟手表如何做串联咯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Leaf Flip 3呢，它有一个无段式转轴。那无段式转轴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，你看依你自己喜爱的角度，像你要45度角啊，或者是再垂直一点90度角啊，或者是我再斜一点，我就依你自己喜爱的角度去做选择。那想说我们现在把它放在桌上，它就可以这样子，都可以依你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做拍照哦。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呢，是我们的手表跟我们的手机串联。像这样情况下，我要拍照看不到我自己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我们的手表里面呢 ，Watch 4里面有一个相机控制器。打开之后呢，我可以透过我的手表来抓我的位置，手表也可以来预览之外呢，也可以有倒数计时器。甚至我要拍照的时候，点一下手表，它就可以轻松帮我完成自拍咯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我们的 Buds 2呢，这一次多了 ANC 主动式降噪跟环境音效调整。和过往啊，我们要调整这2个东西，是不是只能透过我的手机去做操作？可是我们这一次呢，可以透过我的 Watch 4手表里面就可以来操作咯。你看哦，只要戴着耳机，好，戴了之后呢，我现在想要快速的开启我的环境音效调整，只
只要 Bus 2打开，好，点下去之后就可以了。甚至我现在要主动式降噪，打开，或者是我想要看我的电量，只要透过我的手表都可以快速的去控制它。观看它咯，不用再透过手机咯。其实我们这次 Watch 4啊，跟其他三星的装置串联不止这些，它搭载全新的 Wear OS 作业系统，让我们跟手机的串联度、连接度更深哦。例如说我们的 Google 导航好了，只要手机开启好我的目的地，我手机只要开启开始，这时候呢，我的画面同时就会呈现到我的 Watch 4上面。那这时候我的手机就可以收起来了，我可以透过我的手表，它就可以带领我到我的目的地咯。手表除了可以用 Google Map 之外，手机只要先下载好 YouTube Music， 我的手表上面也可以用 YouTube Music 咯。我觉得最棒的是，我只要戴上我的耳机，跟我的手表配对好之后，我的手表上面只要开启 YouTube Music， 我没有带手机出门，我也可以去运动咯。接下来是我们 Q&A 时间哈，我们在网络上啊收集了许多网友对我们的三星装置最常见的5个问题。那哪5个问题呢？接下来我们替各位一一解答喽。我们第一位网友来自 YouTube 的网友留言，他询问了一个问题：Galaxy Watch 4可以接听 LINE 的电话吗？那这一题呢，我们 LINE 来电的时候啊，手表它不能接，但是呢，它会有提示你这时候有电话来了你要接的话，就要透过手机接。但是我的手表它可以挂断电话它是可以挂断电话的。好，我们来看 FB 的网友留言他问了一个问题大家应该也都想知道的。我们的 Watch 4啊，它上面可以呈现 LINE 的贴图、表情贴、照片，还有 emoji 会正常显示吗？这问题问的真是好啊！我们的 LINE 的上面呢，在贴图啊、照片啊、表情贴啊都不能显示，不过在 emoji 部分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们的第三方也是有啊，像我们的 Watch App，Watch App 它还可以显示我的照片贴图emoji， 这都是可以的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LINE 之后能不能支援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下一位网友，他的 Mobile01上面发问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手表、耳机找不到怎么办？不用担心我们手机里面有个程式叫 SmartSync。那接下来怎么操作呢？我们请看影片。好，接下来网友他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，那我看了一下是有关于运动的他问我说我们手表啊 Samsung Health 跟我们的 Google Fit 有什么不同？来跟各位解释一下不同之处我们 Samsung Health 啊，它整合性很高，它可以整合很多数据譬如说心跳的测试啦，我的压力测试啦，我的血氧甚至我们这一次有进阶的睡眠分析，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测量我的血氧打鼾侦测也可以，甚至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运动模式这一次有到120种。如果这样下雨天没办法在外面跑步的时候怎么办？在家里也可以运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运动教练，然后投射到我们大电视上面，就可以跟着教练跟着一起做咯。好，我们在 PTT 上面呢，有一位网友他问说有没有推荐的应用程式啊？有在这边。这个程式最近也常在用像是我要租的脚踏车啦，或者是我想要去搭公车，可是在我们的手表上面 Google Map 它是没办法带我去的，它顶多就是有路线指出来在哪边。可是我这时候想要去坐公车，我们这个 App 啊，它在这边操作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给你呈现说我现在公车几分会到站，那你现在要怎么走到公车站？对通勤族来说是很好用的，我是还蛮推荐给各位的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！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